臣等参见陛下。众爱卿，为何不跪啊？回陛下，先皇宽仁，体恤群臣，念朝中旧臣年事已高，故下令，上朝之时不必跪拜。如今朕才是皇帝。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很好，这才像样。众爱卿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众爱卿都饱读圣贤书，什么叫君君臣臣，什么叫天子为尊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往后上朝，礼不可废。臣遵旨。顾爱卿，臣在。黄河这事儿你办得好，治理荥阳水患，修筑黄河堤坝，乃不世之功。先皇许你左相之位，朕便让你与骆太傅同列位列六卿之首，平起平坐。朕也要先皇知道，朕识人善用，将是一代明君，为天下人称颂。谢陛下圣恩。不过，先皇向来喜欢你，如今他驾鹤西去，想必你心里也不好受。朕体恤你，往后每日上朝，你便提前1个时辰，在这大殿上跪经，跪足49天，先皇看不到的明镜朝堂，海晏河清，朕要你顾九思，代替父皇，好好看着，也全了你们君臣之情。臣遵旨。顾爱卿，臣在。朕的陵寝，你督建得如何了？回禀陛下，圣陵乃是重中之重，不容有失。臣与工部尚书经5次商议，8次复核，定下100年工期，务求尽善尽美。100年？陛下初登大宝，春秋正复，圣寿万年，不急于这一时。好，朕不急。那朕要给爱妃建的西凤台，又为何不动工？臣知陛下钟爱太子妃，所以选用的木材都是上等的金丝楠木，需从东海运至东都。然而天公不作美，近日东海飓风，船翻了。这个顾九思根本没有把朕放在眼里，朕让他办的事儿，他拖延推诿不说，朕问起来，他居然还敢阴阳怪气，话却说得滴水不漏，让朕无从发火。臣子办事不力，藐视圣威，陛下还留他做什么？罢去官职，撵出去就是了。可是，他毕竟是先皇钦定的左相。如今，您才是天子。朕也早就看这个顾九思不爽，不想让他出现在朕面前。只要一看到他，
朕就不由得想起，先皇生前中意他这个臣子，远多过朕这个儿子，还要顾全大局，为了父命，留他为左相。陛下在做太子时受尽委屈，如今难道还要再隐忍不成？何不拿顾九思立威呢？说的是，而且他今天在殿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让旧臣以为先皇亲辱太子妃，简直是不把朕放在眼里。朕这就下旨，罢去顾九思左相之位，责令他离京。陛下英明。如今朕还在服丧，委屈你了。